上期节目中，我们讲到了73岁的新加坡老伯潘振强，生前最后18天被人推至台中市中区户政事务所离奇注册结婚，然后病亡的故事。节目播出后，很多朋友们反映，这个故事像极了台中5亿高中生赖小弟与夏楠在北屯户政事务所注册结婚后2个小时离奇坠亡的案件。其实，那个关于18岁高中生赖小弟婚后2个小时离奇坠亡的案件，万象奇谈早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有追踪跟进过这个案件，当时已经进入了检调机关审查阶段。我想大家应该和大象一样，一直都在等案件的真相浮出水面。事情已经过去了近半年的时间，在朋友们的提醒下，我特意去查询了台中检调机关的审查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靠北哦，原来还可以这么玩啊！台中地检署的调查结果不仅没有解答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群益热点，似乎整个事件的疑点由于台中地检署的调查报告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比如刚刚考上大学的赖小弟，如若不是被人谋害，身价10几亿的他，在新婚仅2个小时以后，为何主动切断了自己的后路，一跃而下？调查报告只字未提。赖小弟与夏楠跑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的当天，正好是赖父出殡之日，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岂会放着父亲大人入殓大事不管，跑去和同性对象结婚登记？何况是清晨7点，仍在睡梦中就被人拉着出了门，这其中岂会无鬼？如此种种，随着台中地检署调查报告的出炉，以及地检署做出对夏姓父子不予起诉的决定，赖小弟身负5亿遗产离奇坠亡的事件，我们不得不再次翻出再问：赖小弟离奇坠亡于夏楠住所楼下，真的就与夏姓父子没有半毛钱关系吗？从赖小弟睡梦中被叫醒拉去登记结婚，再到坠楼身亡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赖小弟与夏楠是不是真的两情相悦，深情相爱到可以不顾亡父出殡当日选择与其同性结婚？既然选择了同婚，赖小弟又会因何在婚后2个小时后坠楼身亡？是不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今天我们就一起再深入此案，再探究竟。鼓励大象马上开始。到案发大楼，直到晚上12点。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为了让对本案尚不熟悉的朋友快速进入案情，我们先行简单回顾一下整起案件的大体脉络。今年5月，刚刚因繁星计划被东海大学提前录取的18岁台中高3学生赖小弟，因其父亲过世，刚刚继承了30笔不动产，市值超过5亿新台币。最新的市值估算，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部分地段已经进入了城市规划圈，赖小弟生前继承的遗产市值已经超过了12亿新台币。案件的另一位当事人夏姓男子及其父亲是一直在帮助赖家打理遗产的地政士，直至赖父离世，他们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帮助赖小弟处理遗产的代理经纪。案发当日上午7点，夏楠突然跑到赖小弟家中，以教授如何处理房地产为由，要赖小弟带着身份证件跟他出门。期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却变成了赖小弟与夏楠跑去当地户政事务所登记结了婚。根据台湾婚姻法注册登记的相关规定，婚姻登记文件需要2位年满20岁以上的证婚人签字或盖章。由于赖夏2人是临时决定结婚，只得在婚姻登记现场临时找人帮其证婚。这一点在检方的调查报告中也有提到，赖男曾开出3000元新台币的酬劳，在案发大楼拜托一位保洁阿姨在结婚文件上签字见证，但这位保洁阿姨当场婉拒。根据阿姨的说法，因为她认为怪怪的，尽管夏楠一再游说说3000元帮忙签字就可以了，但阿姨仍然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在检方出具的调查报告中确有记录，阿姨曾于事后告诉警察说，不要说3000元新台币，3000万我也不会签名。当时就担心如果发生事情，
那不会内疚一辈子啊。夏楠遭拒后，当天上午9点多，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的是，自上午7点多赖小弟被夏楠从家里叫出，直到早上9点多，仅仅过去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按照赖母的说法，赖小弟与夏楠包括事发当天两人也不过是第2次见面，赖小弟为何选择与夏楠结婚？更不要说根据赖小弟老师和同学们的反应，赖小弟曾因追求同班女生不得而接受学校心理老师的心理辅导。也就是说，一个喜欢女生的男同学，为何此时与夏楠出现在婚姻登记处，也就成为本案迷雾重重的谜团里最让人无法理解的一个部分。夏赖二人为何在见面仅仅2个小时以后就直奔北屯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结婚的动因到底是为了什么？关于这一点，稍后我们还会重点分析。随后，两人在婚姻登记处附近的一家超市内找到了一名陌生男子，同意在2人的结婚登记文件上签字盖章，而后又在婚姻登记处碰到了一对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夏楠对同行的一名年轻伴郎谎称两人真心相爱，家人就是不同意的情况下，这名伴郎同意签名。当天上午9点50分，赖夏2人完成登记。不得不说的是，有网友说赖小弟很可能是被夏楠骗了，他自己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签字的文件是与夏楠结婚的文件。很明显，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根据检警调阅婚姻登记处的闭路电视画面，整个登记过程赖小弟就在现场，夏楠的一举一动他都有看到。对朋友们，这次北屯户政事务所的闭路电视是台中地检署正常调了出来，没有像上期节目里中区户政事务所的闭路电视是丢失不见了。闭路电视画面的内容也完整显示了赖小弟完全是在心甘情愿的情况下，在婚姻登记文件上签了字盖了章。紧接着当天中午11点左右，也就是赖夏2人结婚登记2个小时以后，赖小弟的遗体在位于台中市北屯区汉西西路3段的夏楠的公寓楼下被来往的民众发现了。至此，案件开始进入紧张且焦灼的侦破环节。赖小弟的母亲陈女士随即委托律师许哲维呈请法医高大成对事发现场及赖小弟的遗体进行勘验。高法医根据多年的法医经验和现场勘查的情况断定，赖小弟虽然是坠楼身亡，但全身仅右手骨折，没有颅内出血，也没有出现腹部出血，不像是从10楼坠落。赖小弟生前恐遭下毒，再伪装成坠楼假象，其中遗体右手臂的4个可疑针孔以及脖子上已经变色的疑似勒痕成为佐证。高法医甚至在台中地检署出具尸检报告前，一度在电视上公开说明，如果地检署的法医没能从血液中检出毒物，赖小弟就很可能是氯化钾中毒，几率超过了99.999%。故事进行到这里，我们有必要看一看台中地检署对赖小弟的死亡原因出具的解剖鉴定报告到底都说了些什么东西，以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此议论纷纷，深表疑虑。之前台中地检署都以侦查不公开为由不予回应，但随着台中地检署于6月底宣布5亿赖姓高中生坠楼一案侦结，针对杀人罪部分，台中地检署做出了不起诉夏姓父子的决定。根据台中地检署襄岳主任检察官詹长辉的说法，夏姓被告被诉5月4日杀害赖楠这个犯罪事实，认定犯罪嫌疑不足，将予以不起诉处分。具体事实原因如下。2023年6月21日，记者会现场，赖小弟家属委任律师许哲维表示，针对检方不起诉的部分深表遗憾，调查未完尽的部分我们一定会申请再议，希望能还赖小弟清白。其中，检方根据民众最为关心的赖小弟是否被人下毒的部分作出回应。主任检察官詹长辉说，检方比对了2551种毒物样本，均未检验出赖小弟有中毒迹象，而坠楼处草皮枯黄也证明与毒物无关。针对死者家属仍然对死者是否可能生前遭注射氯化钾提出的疑问，詹长辉回应说，根据检验结果，钾离子4.1为正常范围，尚不至于造成伤害，他并没有被注射所谓的氯化钾。委任律师许哲维对于检方的这一回应表示不能认同，他对记者说，氯化钾致死量大概是5到20cc， 血液浓度里本来就不会测出血液中的钾离子会超标。被害人家属一直要求的是对死者遗体的
心脏、肝脏等重要器脏做氯化钾的钾离子样本检测，但很遗憾，检方并未对此异议做出回应。同时，针对赖小弟左右手臂出现的多达7处的针孔问题，我们认为有一些疑点请地检再继续侦查。检方则出示了急诊室及急救车的抢救画面，证明是急救时留下的抢救措施。但委任律师许哲维则表示，投影片画面、监视器截图其实根本没有看到他们到底是在哪一只手打了针，画面角度刚好有护理师遮住的那个角度。主任检察官詹长辉回应称，这是护理师在为死者左手施打强心针剂或输管的一个动作，我们发现左右手都有施打针剂。死者颈部大面积的擦伤淤伤，家属质疑遭人勒颈。主任检察官詹长辉解释说，这是因为死者被抢救时医务人员为其佩戴护颈所致，因为死后血液没有循环流动造成的，它的外观并无任何的指压锁钩勒颈。因此，检方认定死者搏伤并无异议。委任律师许哲维则认为，佩戴什么样的护颈，要怎么样才会造成赖小弟左边脖子这么大面积的擦伤淤痕？关于这一点，高大成法医也不认同。高法医说，赖小弟被送救护车时已经断气，即使医务人员在救护车上为其戴了护颈，由于断气后的赖小弟血液停止循环，就不可能造成如此大面积的淤伤创面。另外，结合6月6日检方出具的签字长文新闻稿陈述，赖男体内未曾检验出酒精、葡萄催芽剂或其他常见的毒药物反应，加上赖男后背部钝挫伤引起左侧多处肋骨骨折、两侧血胸、胸腹部多处气脏破裂出血，判定是高处坠落导致死亡。同时，检方也认为死者赖男无坠楼前遭殴打或服用有毒药物的证据，案发前双方并无身体接触，赖男符合高处坠落的特征，故对夏姓父子作出不予起诉的检调决定。根据台媒的报道，记者会现场，律师许哲维说，检方有提到赖小弟在案发现场饮用的啤酒罐内有采验出麻醉药利多卡因的成分。虽然赖小弟经过法医检验后发现体内含量不足以致命，但检方将此药物陈述为来源不明。不过这里大象倒是有个疑问，为何赖小弟在事发单位明明就有饮酒，但检方的检验报告里却声称未曾检验出酒精和其他常见的毒药物反应呢？有了解的朋友可以评论区留言指教。在这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关于赖小弟与夏楠的婚姻事实认定方面，检方通过对通讯记录、行车记录等方面的分析，台中地检署检察官认为，赖男与夏楠双方几乎毫无交集，双方结婚时的证婚人都是夏楠随机找寻，证婚人甚至没有搞清楚是谁和谁要结婚，双方家长也对结婚当天的婚姻登记毫不知情，因此认定赖男与夏楠并无同性结婚的争议。检方认定双方婚姻登记的行为是假婚行为，接下来夏楠将以伪造文书罪被起诉，也就是说，夏楠已经不大可能参与继承赖小弟的无意遗产。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埋下一个伏笔，明明就是喜欢女生的赖小弟，为什么就和夏楠出现在婚姻登记处？关于这一点，夏楠在检调机关调查时的回复说，赖小弟说他非常害怕待在家里，他说阿公死的时候脖子上有勒痕，他很害怕自己也会遭遇不测。由于赖家的家庭关系非常复杂，赖小弟很怕面对既是父亲又是爷爷的赖父。赖小弟还说，那个家里毫无温情，自己很不想待在那个家里，所以才会请求夏楠与他结婚，一方面帮助自己逃离那个不幸的原生家庭，一方面赖小弟可以名正言顺地住进夏楠的家里。夏楠也曾对检察官说，夏父曾经明言，夏家多处房产，两个儿子哪个先结婚，房产就会归谁，所以夏楠才会选择与赖小弟结婚。资料查到这里的时候，我简直不知道要说点什么了。呵呵，台中地检署的检察官们不会真的信了吧？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单从物证上当然难以认定赖小弟坠楼死亡和夏姓父子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赖夏二人到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却是事实呀。至于是两情相悦的真同婚或被逼无奈的假结婚，也就是赖小弟的死因到底是因情、因钱或是其他原因，都应查明。但很遗憾，赖母之所以痛心不甘、申请再议，也是因为此次地检署的不起诉报告对此疑点只字未提。
任何的犯罪行为一定都有一个合理的动机。同样怀疑赖小弟可能是自己主观的行为也是如此。赖小弟高3学生，才刚18岁，成绩优异的他已经被东海大学的繁星计划提前录取，已经是准大生的他，原本打算暑假和姑姑出国玩耍，也对心仪的女生存有好感，美好人生才刚开始。他去坠楼的动因又是什么呢？更何况事发当天又是亡父出殡之日，一个18岁的小男生放着父亲入殓大事不管，跑去和同性对象登记结婚2个小时以后坠楼身亡了。如此种种，很难不让社会大众疑窦重重。根据台媒记者的调查来看，赖小弟继承的5亿房产遍及台中市山海屯区30几处，其中有望成为台中市未来蛋黄区，也就是目前台中市最大行政区的北屯区，更是拥有不少房产，上千坪土地，粗估未来市值可以突破12亿元。更不用说北屯区在10年内人口数暴增117%，还有重划区等重大建设，光今年就预计有20个以上数百亿新案推出，利益庞大。对此，政经评论员许维之在节目中指出，因为赖男继承的房产市值惊人，不是一个下姓代书就能解决的，黑白两道都在蠢蠢欲动，必须出动台中民意代表介入协调，恐怕巨额遗产的争夺大战才刚开始。办案数10年的前刑警高仁和更是直言，只可以真正的藏进人到底有没有？如若赖小弟视为他杀，那么案发当日就很可能出现同案犯。事实证明，夏姓男子的哥哥在案发前一天曾向公司请假，带女友进入案发大楼，直至晚间12点才行离开。检方的不起诉报告也未涉及这个疑点。高仁和明言，按照自己从事刑警工作数10年的经验来看，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从10楼高度坠楼后，手和头完全没有出现开放性骨折和挫伤撕裂伤的情况。高仁和直呼，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办案官方必须给民众一个交代，已经藏不住了。一个18岁的仔仔，今天阿公刚刚过世，然后马上领去办结婚，刚刚结婚2个小时，马上就离奇过世，你们这是在讲鬼故事吗？到底是检方在放长线钓大鱼，还是检方刻意不想办？高仁和表示，他一直都在怀疑夏姓嫌犯也不过是颗棋子，他的背后会不会藏着一个藏镜人，目前还是个疑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检方如何调查，赖姓男生绝对是非自然死亡。根据大象查到的资料来看，案件进入台中地检署之时，就有检察官谢一如全力侦办。地检署对外宣称，穷尽100多项侦查行为，仍未发现夏男行凶事证，于是便有了6月21日就杀人罪部分处分不起诉。检方依职权申请再议，台中高分检7月11日收件，又行指派检察官林彦良侦办。经过17天侦查后，认定夏男被控杀人仍有疑点，发回续行侦查。根据台媒公开报道的内容，台中高分检发回调查的疑点待查事证，包括死者家属委任民间医师所说的右手针孔、颈部勒痕等再检内容，加上检警第一时间在案发现场采证是否足够，有无确实封锁现场再行勘验，都有必要再进一步调查与核实。赖某委任律师许哲维说，申请再议事由共13点，包括死亡方式未查明，究竟是自杀、他杀或意外，不起诉书中未续明，若为生前坠楼，体内为何没有大量出血，为何不做心脏切片确认，钾离子浓度也没交代，还有现场啤酒罐检验出麻醉药利多卡因的成分，然赖小弟体内含量虽不足致命，检方因何要以来源不明进行结案？麻醉药利多卡因到底来自何方，都应查明。就目前大象查到的情况来看，最新的消息已经停留在7月29日联合报的一篇报道。台中地检署表示，接获台中高分检发回命令后，将依法发回所指事项分侦续案号，指派另名检察官尽速侦密查明理清，但涉及侦查不公开的部分无法说明。是的，没错，案件目前的状态是停留在发回地检重新调查的状态。节目最后还有一个疑问，需要和大家交流证实。根据委任律师许哲维的说法，赖某目前的户籍状态属无国籍人士。如若未来法院判定赖小弟与夏男的婚姻无效，那么赖某或将成为5亿遗产的唯一继承人，而且不受两岸关系条例的限制，或将全额继承赖小弟从其父亲老赖那里继承的30多处房产。
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